Hello， 小新，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为你服务。这是庆祝西卡的疗愈空间订阅满2000的优惠个人占卜服务，希望大家看了会有启发，也很希望小新的生活能够有一些正向的改变。那小新传给我的讯息是，想结婚的我与对象的感情蛮好，但我们收入都不高，想跟他生活养小孩，但也在意自己婚后的面包问题，所以主要的问题是现在这个对象是否能在几年后给我一个好一点的生活品质。好，那让我为你做一下你跟你伴侣的能量检测。好，依据现在牌面的能量看起来，小新你的财运或者说事业的稳定程度可能是比你的未婚夫在运势上面还要好的。你在主业收入上面可能就是正常普通，可是如果你做一些业外的小副业、小创业或者一些小斜杠的话，基本上运气都会很不错，会是超乎你预料之外的好，一开始就会蛮畅行无阻。业内收入也就是你的正职，其实际遇也算不错，因为看起来你是还蛮有长官缘跟贵人缘的，所以比如主管啊、上司啊或者比较资深的同事都对你还蛮好的。如果有什么好的机会或什么的，其实大家也都是愿意让你尝试的。所以如果要问一个你这6个月内的扩展财源的方式的话，还是一样聚焦在你的主业，因为主业是一个稳定的收入嘛。在聚焦主业的之余，再扩展额外收入。然后也要有一点小心，不要被骗。你看这一张宝剑七，宝剑七其实是一个很灵巧、很有策略性的人，同时也象征着诈骗或者是被人给欺骗的这种状况。记得听到那种很快速可以累积财富的这种讯息，你都要有点小心，有点谨慎，就是不劳而获，或者是马上就要给你一个好康好机会的这种事情，通常你都要用这种太阳的心境，就是侦破这背后暗藏的虚招，然后去看清楚。比如说买股票啊、投资啊什么的，稍微留意一下。但太阳同时也代表一个非常光明万丈、很好的一个发展，所以在业外收入方面，我觉得你是很可以去尝试的。你的即将要结婚的这个伴侣，他就辛苦一些，他似乎一直在金钱上面有一些议题，或者是金钱是他现在心里很没有安全感的一件事情。他可能不是那么积极的想要赚很多钱，因为可能他对钱这件事情是有一个负面的观感的。他可能觉得赚得够用就好了，你要结婚生养小孩，他可能感觉到了一个蛮巨大的压力，对他来说很像一个无底洞，好像要一直花销的那个状态，需要一些信心去重建这个我有能力可以赚到很丰盛的收入，提供丰盛的生活给我的家人以及我的伴侣的这个信念，就他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厘清跟整理吧。他在他的主业上面应该是有一点辛苦，他的主业其实他是做得不错的，因为这里是一个宝剑国王，在主业需要掌握的能力方面他都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同时他也有一种天天要面对危机，需要很多理性的判断，他也好像觉得这个主业的发展有限吧。你看这个宝剑8也觉得自己好像被困住了，然后这2张都是宝剑的能量嘛，他有一种如果不是为了生计以及接下来要步入家庭，他可能是不想待在他的主业里的。这些就是宝剑3的心碎啊、死神的这种想要置死地狱后生也跟这个有关。他可能早就不耐烦他的主业很久了，只是因为他也暂时还没有想到一个更好的可以往哪里去。可能对主业的不管是收入还是在做的事情，他其实都觉得他好像没有办法发挥到最大最好。如果他继续这样待着，可能会有一种枯竭的感受，就灵魂上的枯竭的感受。所以现在在这个婚前的这个过程，你们2个在讨论的，比如接下来的财务分配啊，或者是接下来要怎么样过一个比较衣食无虞的生活，应该不止你有点不安，他也是蛮不安的。可是他的主业接下来会有个转折，所以接下来可能是你可以好好支持他，跟2个人一起共同商讨说该怎么做，可以让他比如说如果真的想跳槽，真的想要离开现在的工作，真的想要再去找对他来说更有发展空间的话，那可以怎么样互相支持，让他在不稳定的时期至少心灵上感受到安定，然后也可以慢慢找到能够干岗出更大收入的机会。也许你们也可以一起思考说，可不可以2个人一起经营一些副业，可不可以2个人一起再多去创造更多的额外收入，让生活更加的稳定。好，这是目前你们2个的能量状况。这能量状况是短期的，接下来3到6个月内而言的能量状况，所以有点像是一个提醒、一个线索，可以依据这个线索跟这个提醒去进行改善啊，或者是进行各式各样的选择，让自己走出不一样的路。
我在目前的牌卡能量里面，似乎你跟你的对象还没有非常开诚布公的讨论未来财务的状况的各种分配，或者是你所期待的物质生活，这件事情好像还是悬而未决的，因为没有一个很明显很明确的讨论，其实是有很多压力跟很多 tension， 所以我觉得结局是没有问题的，前提是要在你们2个人之间有一个很深刻很深入的讨论。我看接下来的发展是一个钱币3，代表的是一个2个人之间是很能够合作的，而且这个合作是可以变出很多的金钱的，彼此支持跟一起想想看1+1怎么样大于2，怎么样齐心协力的把这个结构给支撑起来。其实你们2个一定是可以互相扶持跟找到答案的。你看，同时还有头脑，头脑其实就是被很多很多的焦虑跟思维卡住的一种象征嘛。这个钱币3也跟奥修禅卡的宝剑侍者，也就是这张头脑是放在一起的，所以你们也许有很多初步的计划可以一起做，不管是投资股票、期货、买房子啊，怎么样分配资产等等，很需要2个人之间的信任度，需要把2个人的真实的财务状况有一个非常开诚布公的讨论。如果缺乏这个讨论的话，那一切都是没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解决方案。最好的化解焦虑的方式就是把一切都摊开来，把数字都列出来，看看到底可以怎么解决。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宝剑侍者，然后这里出现了一个宝剑3，宝剑侍者这里出现了2次嘛，那宝剑3在刚刚的你的对象的那个牌位也有出现过，所以也许你会觉得有一点点难去问他，或者是去和他讨论这方面的事情，有一点点算是敏感话题。我觉得他好像在一个自尊比较高，很容易被戳中，也还在一个不是最有自信的阶段，所以他宁可封闭跟不讨论。如果要解开这样的状况，最好的方式就是带着很理性的状态跟他沟通，把这件事情精确的处理跟解决。也许你们2个共同心里都有这个愿望，可是没有人出来当一个那我要当掌舵者的这个角色。权杖国王这样子的领导角色是愿意承担责任，同时也愿意有一个有企图心的，想要去扩展的，想要有个具体目标的未来的这个远见。那似乎在你们关系动物里面，这件事情暂时还没有发生，所以你的对象现在是有点怕怕的，可能是传统的社会框架里面对一个男人应该要负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跟基本上是经济的主要提供者这件事情，他似乎还没有很觉得自己扛得起来，这方面的魄力或者是企图心，或者是对自己的自信心还有一些不足，给他支持、安慰、陪伴，然后2个人一起摸索。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诚实的对谈之后，我觉得出路是很好的，就你们会找到方法的。你看这个最后有个庆祝的牌卡，整体来说我并不觉得你们真的有这么巨大的危机，因为有一些真的是很穷困的牌卡其实都没有出现在你们的牌阵之中，主要比较是婚前的焦虑跟恐惧吧。所以如果你问的问题是他能不能够在几年后提供给我一个好的生活品质，这需要很多的你跟他的合作。你跟他的合作意思不一定是说你要赚很多的钱来贴补这个家庭收入，我觉得比较像是说你可能可以跟他一起去思考怎么样让这件事情成为现实，是需要蛮多的你的参与跟清楚的讨论，也需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慢慢的愿意成为这个权杖国王。因为如果他现在的生活是在一团乱的状况，或者说他的事业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奋斗的话，你就需要跟他一起，需要齐心协力，真的是队友的这种状态，就是我的队友不管是好还是坏我都接纳，但这个接纳不是说无底线的包容哦，而是和他一起成长，陪伴他，看到他好的那一面，也贡献出我好的价值，我们一起往前进。尽管前方可能有不少的险阻，我们决定结婚，决定成为一家人，那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克服困难。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在优势的牌位出现了塔，突破是一个正义。接下来你们开诚布公的讨论的时机会来临，就是可能他原本想要回避的比较尖锐的财务问题，也许刚开始讨论的过程中，2个人各自可能都会有一些一厢情愿的期待，那些一厢情愿期待也都会被击破。这个击破是好的这个击破是有建设性的，让2个人都一起去正视现实。当真实的情况，也就是现在接下来要准备有小孩了，然后小孩的每一笔支出会是大概长怎么样？如果想要在几年内有小孩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在比如2年内就要累积到什么门槛？当这些
铁铮铮的现实出现在你们真实的讨论的时候，它就是要面对真相，然后要诚实的时刻了。这个诚实的时刻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等于就很像两个人就睁开眼睛来一起谋划说，好，我们要一起进步，我们要非常非常有意识的去搞钱。这种状态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从后青春期转折到成年期的一个根基吧。接下来你们就会进入正式的成年人的生活了。你看，这个是一个钱币7，这个是一个圣杯3，所以结论来说，它其实你们是很可以一起找到出路的，只是需要时间。就算你是许愿，你显化也都是需要时间的。对，所以你看这个女人，她在她的植栽前面等待，然后等待这上面7个金币的收成。圣杯3就是一个庆祝嘛，也就是一定可以找到解放，而且你们的婚姻会很美满的，因为这里一直都有3，想要小孩的话，应该好消息也会很快就来，而且你们都还非常非常年轻，可以创造的未来是很精彩跟很有潜力的，只是需要时间的酝酿，也需要重新的校准目标吧，就重新的认真的搜集资讯，真的去面对这个很成年人的议题。如果对方就是你的未婚夫一直都没有准备好当这个权杖国王的话，然后一直觉得这件事情重担太大的话，那也许你也可以考虑挺身而出，可以挺身而出做一个你们家庭财务规划的掌舵者。如果你觉得说，可是我并没有那么擅长赚钱，或者是我其实还是比较希望有对方供应我多一点，或者说供应这个家庭多一点的话，那你可以当一个主心骨，对，你就是做规划、掌握方向、理财的人，然后两个缺乏一个很直接，然后非常犀利，但是又抱着温柔跟爱着彼此的方式的一个跟钱有关的沟通。跟钱有关的沟通通常都比较隐晦，可能也会觉得说对方是不是在防着我，或是不是在藏什么。婚姻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把需求说清楚，然后再共同看这个需求，两个人需求之间有没有什么公约数可以一起找到那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去达成这个共同的目标。对，结婚前就记得要跟对方有这个很清楚的讨论，每个细节都摊出来，细细的讲。现在你们两个加起来收入是这样子，那接下来可以用什么方式？比如说换跑道、换职业、换公司，或是两个人一起创一个小业等等的，预计可以几年内达到成果。那什么时候要备孕？什么时候要生小孩等等的，就这些每一个细节都要去讨论，你就会发现根本就没有那么可怕，那也就会找到出路跟解决方案。我觉得你会是那个小太阳，你会是那个推动你们一起成长的，然后给予热力，同时也某种有意愿想要往更有企图心的生活发展的那个小太阳。好，那让我为你抽一些神谕牌，看看神谕牌有没有什么给你们的建议或是祝福。Confidence is the key to success。你对这段婚姻的信念感，以及你可以跟这个人一起成长，一起穿越各种挑战的这个信心。我觉得在两个人关系中，一定要至少有一个人是很有信念感的，然后要有一种处事不惊，就是对所有的变故，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有一个清楚的主轴跟信念感，然后也就是能量要高要强，那样子就不会有一种两个人都随波逐流，像浮萍一样，好像找不到依靠的重心的那种感觉。记得要讲出对生活跟婚姻的信念感跟自信。You are good enough， 然后你已经够好了。记得创造一些自我肯定的语句，每天对自己说，就我已经非常好了。就 create your own affirmation，think of words or phrases that inspire you and write them down。对，所以如果你现在对接下来的改变有一点怕怕的，内心就有点虚的话，那就记得每天写下肯定语句，然后告诉自己说，有能力可以创造我想要的丰盛生活，我有能力可以和我的老公一起创造一个温馨美满的小家庭。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天赋是关于疗愈的，所以只要经过你的手，经过你的文字，经过你的行动，你都可以很好的疗愈别人。结婚这件事情不只是你，对他来说也都是需要承担起很多事情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那如果他内心现在有一些不确定、怀疑、恐惧、焦虑、不配得感的话，那请发挥你的疗愈力。我知道也许你也很需要安慰跟安抚，也很需要一个承诺跟保证。如果现在的他状况不是最好的话，那也许你可以疗愈自己跟疗愈他，等到两方的状况都变得比较稳定了以后，一起商讨说该怎么样去创造那个想要的未来。
哦，丰盛 abundance，rest，OK，你们两个都是目前需要一些休息，殚精竭虑的情况下，创造力跟行动力都会枯竭。但是不要担心，就是你抽到了这张丰盛牌，未来会丰盛的。你看，这就是钱一直掉下来，未来会丰盛的。但是丰盛的前提是实践力、创造力跟有真实的意图想要搞钱，就是你们都有潜能可以赚到让你生活过得很舒服的钱财的。帮你抽一些茶叶占卜卡。好，首先这些牌卡在说，也许你们两个都会有一个新的工作或者新的职业，可能会有很多的好消息，也会有很多的变化。那需要在这个好消息跟变化之中寻求某一种平衡啊、规律啊、稳定，以及不要在这个急流之中乱了手脚的时刻。接下来会有一些你生命中蛮精彩的惊喜出现，也许就是你们的婚礼，但也许是你工作或者他工作会有些变化，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走。但请记得怀抱的信念，就是那个丰盛是属于你的，你需要有信念跟信心，然后要自我疗愈，要告诉自己说我已经很好了，你要有一种配得感，知道说我有能力可以创造出这样子的好生活。很祝福你哦，小新，希望你的新婚生活会很顺利。我们下次再见。